红叶它就是一个很直接、很义无反顾、很无拘无束、很霸气、很腹黑，会有很多私心、很敢爱敢。这次演的角色，我觉得是我目前遇到过的时间跨度最大的一个角色。当下的红叶，他是有过情感的创伤。丁安，你终究还是放不过我。他一出场可能会更偏向一个破碎的状态，他会有很多偏隐忍啊、偏纠结的表达。有些恨忘不了，有些情也是放不下的。包括对于人族的不信任、妖族的一些愧疚，所以他一上来的状态并没有妖王的那种霸气，他更多的是自责、忏悔和不信任身边人的一个状态。辜负了万妖谷的子民，也辜负了我身为妖君的使命。因为他受过挫折，这一世复活，他都没有寻找到真正的自己，他是遇到萧以后才逐渐找到了那个曾经的红叶。100年前的红叶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妖王，他不惧怕任何人，很无拘无束，很霸气。可能因为他的灵力高强，他也没有遇到任何对手，所以我在表演的时候也会饰演的更加的直接果断。因为我觉得红叶骨子里对于人族其实都是善意的，并不会认为人族是多坏的一个种族，而是因为可能我身处的身份跟地位不同，导致我的立场不同。这也是他为什么最终留下来在皇宫陪伴宁安。一方面是他有一些心疼宁安，同时他也有想更多的去了解人族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吧。我觉得万年前的红叶他会有很多腹黑的一面，会有很多私心，他甚至可能会为了人族，为了一些利益，在不得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去牺牲一些人，达到了最终的一个胜利。既人族没被妖族杀尽，那就借天道之手为人族争出个未来。尽管在他的立场上，他认为自己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是办了一件错事，并且用余生去弥补。不管是作为妖王还是作为皇子的时候，他们都希望可以壮大自己的族群。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内选择去保护自己身边的人，而不是自己。但所有人去幽灵洞躲避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觉得他们骨子里的这种无私和承担是几个角色共通的。黄明昊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，他会给自己的角色设定很多暗表的东西。他很认真，每场戏的情绪啊、表演啊、台词啊，收了工他会给我打电话，我们俩就会研究这些戏上的东西。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很坚定又很温柔，就很细微的一些表情啊，或者是一些抬眼啊，你就会莫名的给他后边披上一个光环的那种感觉。我会觉得明昊特别的认真。我记得有一次拍完他的部分，穿着便服又过来帮我打词，我当时就有被触动到。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敏感和细腻的人。我跟黄明昊接触的话呢，觉得他从外形上就是我理想中的红叶。我跟他聊天的话，我觉得小猴内心还是很单纯，所以选择他来演红叶。逍遥看似讲的是三生三世的情感纠葛，不同人物的变化，更像是因果吧。我觉得，如果你在这一世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，那么你可能会用接下来的几生几世去偿还。